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唐朝天才李淳风发现未来早就被写好了，他发现时间漏洞。如果我告诉你唐朝有人留下了一份未来记录，而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早就被写进去了，你敢听吗？公元贞观13年，长安城夜色沉沉，太史局的观星台上，一名身形清瘦的男子正独自立于铜制浑天仪旁，他就是李淳风。这一年他30有7，已被世人称为能观天机者，但无人知晓。他真正恐惧的并不是星象，而是星象背后那一层被人改写过的轨迹。事情要从更早之前说起。公元贞观7年，他奉命修订历法，与另一位奇人袁天罡共同推演天象。本应是单纯的天文计算，却在一次夜观北斗时出现了无法解释的偏差。那一夜，北斗七星的勺柄并未如历书记载指向既定方向，而是在短短1刻钟内出现3次微小但明确的位移。这种位移并非自然天文现象，而更像是坐标被重写。李淳风当时并未声张，他将观测记录藏入私卷，直到数月后，他在太史局密室中发现一卷从未登记在册的古籍。那卷书的材质并非竹简，亦非纸张，而是一种似金非金的薄片，上面刻着细密的符号，既像甲骨文，又夹杂着无法归类的几何结构。那一刻他意识到，这并非人类文明的产物。随着研究深入，他发现这些符号并不是语言，而是某种时间坐标编码，其中包含着对未来事件的分段标记，例如火西起、海水倒卷、黑日吞光等。他最初以为这是古人预言式的记录，但当他将这些编码与当时的星象对照时，惊人地发现这些所谓预言并非预测，而更像是既定剧本。真正令他动摇的是其中一段标记：270年后，王朝如尽裂，北方火气起，南方水患连。他推算后发现，时间点大致落在唐王之后的5代十国时期。但这段描述中提及的火气，在当时的认知中根本不存在。李淳风开始怀疑，这卷金属书并非预言未来，而是来自未来的记录。他暗中将其带回家中，在长安西市附近一处隐蔽的宅院中日夜研究，逐渐破解出其中一部分结构规律。那是一种类似星图与数列叠加的系统，就像有人将时间当作空间来绘制，而人类历史不过是其中一条被锁定的路径。他在推演中得出一个极为可怕的结论：历史并非自然发生，而是被某种更高层级的文明提前写好。然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贞观16年，那一年长安出现了一次罕见的白昼星现象。正午时分，天空中央浮现出一颗肉眼可见的暗星，并非发光，而是吞噬周围光线，像一个微型的空洞。百姓惊恐，以为天降灾祸，而李淳风却在那一刻感到一种熟悉的恐惧。那颗星与金属书中记录的黑日节点完全一致。他立刻意识到，这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某种装置的开启信号。当夜，他再次登上观星台，却发现整个星空的排列出现了极细微的重叠影像，就像有另一层星图与现实星空交错存在。就在他试图用浑天仪校准时，一道肉眼不可见但可被器具感知的波动从西北方向传来。浑天仪的指针在无风状态下自行偏移，停在一个从未记录过的角度。他顺着方向推算，指向的是昆仑以西的一片无人之地。那一刻，他终于明白，所谓的未来预测不过是有人在更高维度中提前观测并标记了时间节点，而这些节点正通过某种装置影响现实。数日后，他秘密离开长安，以巡查天象为名前往西域。在河西走廊一带，他遇见一名自称守井人的老人，那人居住在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旁，井壁刻满与金属书相似的符号。老人告诉他，这口井名为观时井，并非用来取水，而是观测时间的裂缝。每隔数十年，井中会出现短暂的另一段历史影像。有人曾看见未来的战火，有人则看见尚未出现的器物。李淳风在井边守了7日，第7夜子时，井中果然出现异象，水面不再映出天空，而是呈现出一幅陌生景象：高耸入云的金属结构，在空中移动的光点，以及无数闪烁的屏幕。而更让他震惊的是，他在影像中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轮廓，那是长安城，但却完全不同。街道被重构，城墙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某种规则排列的建筑群。那一刻，他意识到，那并非幻象，而是未来的某个时间切片。就在影像最清晰之时，井中突然传来一阵低频震动，就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反向观测它。他的影像竟也短暂地映入井中，与未来画面叠合。那一瞬间，他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错觉，就像自己正被某种存在记录下来，就像他手中的金属书一样。他惊觉这个系统并非单向的预测工具，而是一个双向观测装置，而人类历史不过是被不断记录、修正、再执行的循环。返回长安后，他彻底改变了对预言的态度。他不再公开解读天象，而是与袁天罡合作，将这些发现隐藏在推背图的隐喻之中。那些看似模糊的图像与谶语，其实是对时间节点的加密记录。他们刻意让其真假难辨，是为了避免这套系统被彻底解读。一旦人类真正掌握这些既定未来，便可能触发某种更高层级的干预机制。晚年的李淳风逐渐远离朝堂，他在笔记中留下最后一段文字：心不动，动者非心；时不流，流者非时。人以为观天，实为背观。这段话后来被后人误解为哲学思考，却无人知晓。这是一名真正触及时间本质的人留下的警告。随后，李淳风坐在摇曳的烛火前，指尖轻轻摩挲着那片似金非金的薄片。在贞观16年那个恐怖的夜晚之后，他眼中的世界已经彻底解构。他不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而是看到了一层层交织的如同蚕茧般的脉络。他取出一枚特制的细针，在盛满水银的浅盘中拨动。根据那卷古籍中的几何结构，他推演出了一个极其违背常理的假说：如果将时间视为一条流动的河，那么凡人只是河中随波逐流的浮萍。但如果时间本身是一个高维空间中的实体，那么历史便是一张巨大的织锦。元兄，你可曾想过？他头也不回地对阴影里的袁天罡说道：为何北斗位移3次，却未引发江海倾覆、地龙翻身？袁天罡从暗处走出来，面色凝重。依天象论，心一位则命数改。但那夜万民无感，唯有你我手中的浑天仪乱了方寸。那是因为李淳风的声音微微颤抖，改变的不是星辰，而是坐标。就像裁缝修补衣物，那一针扎下去，对布料上的蝼蚁而言，空间被瞬间折叠，而他们甚至察觉不到这种瞬时的位移。那种位移，现代语言不详的描述，或许可以称之为量子隧穿下的时空纠缠。李淳风在纸上画下一个古怪的漏斗形状，这正是他从古籍中领悟的结构，一个连接不同历史切片的喉管。按照现代物理学的猜想，这极其类似于一个爱因斯坦罗森桥，但在唐朝他称之为时系。随着对那一卷金属书他私下称之为归藏序的深入拆解，李淳风发现了一个令他几乎崩溃的事实。书中不仅记录了未来，还记录了修正的过程。在归藏序的中段，有一串排列极其致密的二进制感应区。当李淳风用强光照射其表面时，墙壁上映射出的阴影竟然呈现出一种分形几何的动态美感。他在其中读到了一组数据，那是关于大唐国运的某种概率衰减。万物自有序，趋于无序，此乃天道。李淳风在私卷中写道：然此卷记载，每当无序之火将熄，便有外力介入，强行将灰烬重燃，推入下一个预设的混乱。这种描述在1000年后的物理学中被称为麦克斯韦妖的现实干涉。李淳风意识到，这个所谓的剧本并非为了让人类走向繁荣，而是为了维持某种特定的能量输出。人类的历史更像是高维生物实验室里的一场恒定熵流实验。为了验证这一点，李淳风开始进行一项极度危险的实验。他利用从西域带回的陨铁仿造了一个微型的观时装置。他试图跳出剧本，去观测一个不该存在的瞬间。贞观17年冬至，他在密室中启动了装置。那一刻，屋内的重力似乎消失了，烛火不再向上燃烧，而是凝固成一个幽蓝色的球体。他看见了，在那个被称为未来的幻象中，他看见了一个满是钢铁森林的世界。人们手里拿着能发光的黑镜、手机，神情木然地行走在被算法固化的路径上。原来未来的人们也没能逃脱。他苦涩地自语，他们以为自己在选择，其实只是在点击早已生成的按钮。
为了对抗这种被观测的命运李淳风与袁天罡决定联手编纂推背图。这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针对那套时间编码系统的干扰病毒。他们既然通过观测节点来收割历史，李淳风对袁天罡解释道，那我们就制造大量的伪随机数，我们在图中加入似是而非的暗示，将真实的时间节点打乱。如果未来的观测者看到的是无数种可能的叠加态，这个系统就会陷入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泥潭。他们故意将未来的重大事件，如安史之乱、靖康之变，用极其晦涩的隐喻包装。这些图像不仅是预言，更是一种相位偏移加密。每一幅图的线条走向其实都对应着金属书中某种特定的频率，试图通过人类集体的潜意识观测来干扰那个高维装置的运行。第6项，非青、非赤、非白、非黑，这是一个关于观测中和的指令。然而在编写到第60项时，李淳风停笔了。他看到在那张金属书的末端浮现出了一行他以前从未看清的符号。经过无数次的排列组合，他发现那竟然是2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李淳风，一个是袁天罡。在这行文字的下方标注着一行冷冰冰的数字，实验样本60/60修正完成。原来他们所有的挣扎，甚至是编写推背图试图干扰系统的行为，本身就是剧本的一部分。他们以为自己是黑客，其实只是在帮助对方完善防火墙。李淳风在晚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开始频繁地前往昆仑山。他怀疑这整个世界可能根本不是实体的，而是某种巨大的计算阵列生成的全息投影。他在日记中留下了一段极其超前的技术猜想：无关水滴之变，微察毫末，见其内有乾坤，复有微光闪烁。若天为大极，地为硬盘，则人不过一缕电流。当电流触及边界，则见鬼神，实为内存不足之漏一也。他提到的黑日节点，在现代物理学视野下，极像是一个由于浮点运算错误而产生的视觉贴图错误，或者是某种高位文明为了重置区域数据而留下的控制台入口。贞观末年，李淳风在临终前最后一次登上了太史局。他推开了前来搀扶的弟子，独自操作浑天仪，将其对准了虚无的西北极位。那一刻，他的双眼中倒映出的不再是繁星，而是无数流动的绿色的由0与1构成的瀑布。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金属书上说历史如镜裂，因为当系统算力无法支撑过于复杂的选择时，它就会通过战争、瘟疫来大规模削减变量，实现数据重组。他最后写下那句人以为观天，实为被观。这不是感慨，而是一个物理学结论。观测者的存在本身就会坍缩波函数，当他观测到未来的那一刻，那个悲剧的未来就因为他的观测而彻底固化，再无更改可能。李淳风在贞观22年的那个除夕之夜，把自己关在了太史局最深处的甲库里，那是他最后一次试图通过数学来对抗命运。他在地上铺满了洁白的宣纸，用特制的朱砂墨画出了一个巨大的由55个点组成的图形。那不是普通的河图洛书，而是一个3维投影下的64位拓扑矩阵。他发现只要改变矩阵中3个微小变量的相位，那个被金属书锁定的关于王朝如镜裂的未来就会出现1/1000的扰动。若能引入一个外部干扰项，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密室轻声说，由于长期的精神高度紧缩，他的声音沙哑得如同磨损的齿轮，系统的逻辑链路就会逻辑溢出。他口中的外部干扰项是一枚在西域灌石井旁捡到的晶体，那晶体在黑暗中散发着稳定的频率为42几赫兹的微波，这是宇宙中氢原子谱线的频率，也是某种星际文明的基准心跳。他将晶体放置在浑天仪的中心，也就是大唐坐标的原点上。那一瞬间，甲库内的空间开始坍缩，现实世界的物质开始失去质感，墙壁上的文字变成了跳动的字符流。李淳风看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变得透明，无数根细如发丝的光纤从他的指尖延伸出去，连接到虚空中的无数个节点。他终于看清了，整个大唐乃至整个地球都包裹在一个巨大的名为戴森球式模拟器的结构中。在意识彻底消散前，李淳风感到自己被拉入了一个纯白的空间。
在他面前站着一个没有五官、由纯粹的几何光影组成的存在。这个存在发出的声音直接在他的脑海中震荡，就像是直接在操作他的海马体神经元。样本编号1602，李淳风，你触发了非预设演化逻辑，为什么要尝试修改全局变量？那个存在问道，声音没有丝毫情感，像是一段死板的代码。李淳风不卑不亢地整理了一下早已残破的道袍，行了一个标准的堂礼。既然我是样本，那么样本的挣扎难道不也是实验数据的一部分吗？你们在观测我们，记录我们，像收割稻谷一样收割我们的痛苦与繁荣，以此作为你们对抗自身热寂的燃料，这公平吗？公平是低维文明的伦理幻象。那个存在回答，在物理学层面，你们只是信息商的搬运工，大唐的鼎盛与覆灭产生的叙事能量能够维持我们星系核心3秒钟的稳定。对于我们而言，你们的一生不过是高维服务器中的一次模拟运算。李淳风凄凉地笑了起来。所以所谓的天命，只是你们为了节省算力而设计的预制脚本，因为让历史自然随机的生长需要消耗太多的计算资源，对吗？对方沉默了。这种沉默在现代计算机术语中叫做系统延迟。没错，那个存在最终承认了，为了优化资源，我们通过金属书向特定节点植入干扰，确保历史走向可预测的轨道。你是这个周期中最完美的一个监控节点。李淳风知道自己无法摧毁这个系统，但他是一名术士，也是一名顶级的算法工程师。他利用晶体释放出的微波扰动，在意识中模拟了一次递归自诉。他将推背图的第60项作为一串永不停止的死循环指令，强行植入了自己的意识。如果你们要收割我的记忆，李淳风平静地闭上双眼，那么这串死循环将导致你们的局部处理器过热，我会让这3秒钟的稳定变成你们永恒的卡顿。那个存在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整个白色的空间开始出现红色的频闪。你疯了！这样做，你的意识会被彻底抹除，你将永远无法进入轮回，或者说你将永远消失在数据流中。轮回本身不就是你们设计的数据重编吗？李淳风的身体开始化作点点星光。我愿化作这系统里的一段杂讯，永远提醒后来的观测者：心不动，动者非心。公元贞观23年5月，唐太宗李世民驾崩。而在同一天，隐居多年的太史令李淳风被发现坐化于自家的宅院中。他的死状离奇，身体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玉石质感，手中紧紧握着那本已成废纸的推背图。当弟子们试图移动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身体竟然没有重量，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作了一缕青烟，消散在长安城的微风中，只留下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一组由奇怪的长短线条组成的符号，那看起来极像现代的莫斯码。1000多年后，一位致力于破译古籍的物理学家在扫描了李淳风留下的这张残页后，通过超级计算机得出了一串信息。那不是预言，也不是咒语，而是一行简短的 C++ 代码，解释为错误，受试者已察觉接口本质，隔离程序启动。长安的夜色依旧沉沉，就像从未改变。现代西安的街道下，当年的观星台遗址被封存在博物馆的玻璃罩里，偶尔有游客走过，对着浑天仪拍照。他们不知道，在某些特定的量子涨落时刻，那个铜制的仪器仍会微微偏转3度，指向昆仑以西。那是李淳风留下的后门。每当这个时刻到来，世界各地的精密钟表都会出现1/1000秒的同步误差。物理学家们将其称为引力波扰动，而实际上那是李淳风留下的那段杂讯，在试图通过微引力透镜效应向这个时代的观测者发出警告。当你在看这篇故事时，请注意你身后光线的折射，如果它出现了一丝不自然的重叠，那说明新一轮的观测已经开始了。时不留，留者非时。李淳风去世后，那卷似金非金的薄片消失了。21世纪，某实验室在深地层探测中发现了一块异常的硅基合金，其内部的原子排列呈现出非自然的拓扑结构，且存在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周期性微弱脉冲。科学家们在尝试解码这些脉冲时，惊奇地发现其编码逻辑与唐代早期的一种古怪星图惊人吻合。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当解码程序运行到最后一行时，屏幕上跳出了一段经过古今语义转换后的文字。你终于观测到了这一行。
系统已自动同步，下一轮修正开始。与此同时，远在西安的太史局遗址上空，一颗暗淡的星在正午时分再次发出了吞噬光线的微芒，就像1400年前一样，历史正按照它早已写就的路径，优雅而冷酷地重新闭合了它的圆环。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账号，看更多精彩内容并被催眠。